七界仙宗宗主以及众位长老早在门口处恭迎，但却多了一些人，是年轻的界灵师。父亲，那个楚风既然都暴露身份了，他还敢来吗？其中一个站在七界仙宗宗主身旁，他面容白皙，虽是男子，却有着几分姿色，只是同时还有着一副刻薄的脸庞。不知道，希望他们会来吧。七界仙宗宗主说这话的时候也无把握，界善仙离开之时，便让他们回到这里等着。当时情况复杂，他们也不好跟着界善仙，只好趁乱先撤退。现在他有些后悔了，他也害怕界善仙不敢来了。我觉得我们不必等了。那刻薄男子说道。爹，你何出此言？一名同样姿色不错且有着一双蓝色眼眸的女子看向那刻薄男子。他们两个虽性别不同，但面容却有着几分相似，显然都是七界仙宗宗主的种。倘若传言属实，他真身怀脉之本源，又是王之血脉，必然行事谨慎。他对我们并不了解，怎知道我们对他身上的东西有没有兴趣？除非他对我们足够了解，或身后有强大人物支撑，否则正常人都不敢来。刻薄男子说道。而他此话一出，许多人也是纷纷点头，就连七界仙宗宗主也是轻声的叹了一口气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他又岂会不懂？只是他还是希望楚风与界善仙能来。然而很快，七界仙宗众人面露喜色，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楚风三人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之内。此时的楚风与界善仙都变成了本来模样，唯有王强还是伪装之后的样子。七界仙宗率领众人主动迎上前去，虽然第一次看到界善仙真人，但他也知道眼前这位女子便是那位天龙界灵师，感谢对我宗的信任。七界仙宗宗主对界善仙说道。不必道谢，莫要辜负我们的信任即可。界善仙道。这是一定，三位里面请。随后楚风三人便被请入七界仙宗之中。七界仙宗不愧是界灵师势力，这里面的一切都是阵法所化，莫说植物，就连所有建筑都散发着不同程度的光芒。一眼望去，七彩斑斓的光芒充斥视线，仿佛踏入了一片奇异世界。这帮老土，他们不会觉得这样很好看吧？这不纯粹光污染吗？王强暗中与楚风吐槽道。毕竟是远古时期的人，审美上有差异也是正常。楚风暗中回道。对于王强的看法，楚风也是非常的赞同。若是天然之物，确实有着几分仙气，但本可正常之物，有意打造成光芒之物，便显得太过刻意。楚风三人先被送入一座宫殿内休息。七界仙宗宗主说他需要去准备一下，所以便带着一些长老离开了，但也留下了一些长老以及那些小辈招待楚风他们。兄弟，我怎么感觉这些人不太靠谱？我总觉得他们看你的眼神像是饿狼看到了小白兔。王强暗中说道。但这次的暗中传音，界善仙也听得到，王强是故意的，是在点界善仙，这里是你非要来的，若是出事你可要负责。你们两个不要离开我的视线范围，不管他们是不是别有所图，我都能保证你们安全。界善仙暗中说道。楚风公子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乃七界仙宗宗主之女，名为仙晶，这位是我弟弟仙石。那名蓝眸女子走到楚风近前说道。噗！可他此话一出，王强便直接笑出了声。你们是天地奇物啊？王强问道。这位公子何出此言？仙晶不解。你们姐弟俩这名听着跟修炼资源似的。王强笑道。闻言，仙晶柳眉微皱，宫殿内更是感受到了一股杀意。不是仙晶，是仙石。感受到那股杀意，界善仙则是看向了仙石。刹那间，一股恐怖的寒意席卷整座大殿，就连仙石的杀意也被掩盖了下去。感觉情况不对，七界仙宗在场的长老虽未出手，但却面露戒备之色。见状，仙晶赶忙拍了拍仙石，仙石心领神会，收起杀意。界善仙也是点到为止，同样收起了那股寒意。见情况无碍，仙晶才笑眯眯地看向王强。这位公子可真会开玩笑，我们这名字是我父亲起的，他希望我像水晶一样明亮，也希望我弟像石头一样坚硬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名字不错。王强嘿嘿一笑，其实他不在意他们名字的由来，他此刻心中是有些满足的，因为界善仙前辈给力哦。王强传音于界善仙，界善仙没有理会王强，可王强依旧笑容不减，非要说起来，他见面便拿对方名字开玩笑，是他不对。可界善仙却没有丝毫责怪，反而在对方表现不悦之后，直接进行反制。这种力挺他的表现，让王强觉得界善仙这个人，倒真如楚风所说，确实不错。楚风兄，早闻大名，听闻你是王之血脉拥有者，也是当今最强天才界灵师。那面容刻薄的仙石对楚风问道。虚名。楚风淡淡笑道。你倒是挺谦虚，但谦虚往往也是说明底气不足，看来对于最强天才界灵师之名，你也自认为担当不起啊。仙石此话一出，恐怖的寒意再度席卷这方大殿，七界仙宗众长老也是再度戒备起来，因为那寒意依旧是来自界善仙。你们父亲只给你们起了名字，没教你们做人的礼数吗？界善仙冷冷地问道。这位前辈莫怪，我只是开个玩笑，何况先前那个结巴兄与我开玩笑，我不是也没说什么。前辈，你们总不能对别人开玩笑可以，自己却又开不起玩笑吧？仙石此话一出，界善仙眼中的不悦并未减弱。前辈没事，倒是楚风暗中传音界善仙之后，界善仙才收起了寒意。楚风兄，送你一份见面礼，
仙石说话间，拿出了一块鸡蛋大小的紫色石头。这石头表面很不规则，有无数凸起，似是由无数沙子堆积而成。但这块石头却散发着很强的结界之力，乃是修炼之物。楚风兄，若是你能将其炼化，你就将其带走；若是不能，那说明你们无缘。仙石对楚风说道。什么意思啊？都说是见面礼了，又说有缘才能带走。王强说道。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。仙石此话说完，看向楚风，楚风兄要试试吗？可还不待楚风开口，他便又立刻补充了一句：莫不是不敢吧？